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是叶绿绿。今天我们来说说彩礼。前段时间，凤凰 IP 工作室采访一位山西小伙，因为婚前彩礼谈判失败，于是决定退婚履行。他告诉记者，女方彩礼要价18.8万。看今年谈成大两把哟。但他履行5个月，走了40多个城市，一共才花了3万多。这次彩礼谈崩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首先是女方要求，除了18.8万，还得追加3万买金子。其次是小伙觉得母亲年纪大了，拿他养老钱结婚，多少有点于心不忍。可是网友并不买账，针对彩礼问题吵了起来，其中大多数都在指责这个小伙临时加价确实不妥，心疼母亲也无可厚非。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骂他呢？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压垮爱情的最后一根稻草——彩礼。彩礼问题很多年来一直有人讨论，但从未达成有效共识。不同年代、不同地域、不同年龄都影响着彩礼的讨论声量。尤其是15年至今，探讨频次和烈度一再加强，直到当下不可调和的局面。这一部分我们按照彩礼的作用和去向，聊聊它的前世今生。在父权制传统下，彩礼的本质是女性商品化。老话说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言下之意，女性婚后到夫家生活，身体、生育和劳动力控制权将从父亲手中转移到丈夫手中，于是便产生了彩礼，由男方家庭补偿女方家庭的损失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只是补偿家庭，而不是直接补偿女方当事人。所以，结婚是2个家庭的事这一论调，如今依旧被很多人认可。与彩礼对应的嫁妆，一般认为是婚姻资助，用来减轻新婚家庭的生活压力，也有人叫做代际剥削。现在的大多数城市婚姻就是这样，新婚夫妇能力大小还在其次，只要提前继承部分遗产，一结婚直接奔小康。剥削也好，继承也罢，由于女性被商品化，这种资助也非常不公平。自宋以来，历代法律规定，嫁妆必须为聘礼的1半或更多，而女方从家庭带出的嫁妆更是只有男性子嗣的1半。这么看来，除了提前继承遗产，更像是一次性买断继承权。除了商品化和继承权，彩礼折射出的还有延续香火和重男轻女这对观念矛盾，简直堪称死扣，至今无解。比如为了凑足儿子彩礼，强迫女儿早婚，或者来个超级加倍，婚礼办完还能赚一笔。现在流行的伏地魔就是这一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彩礼制度如此不堪，又是子代剥削父代，又是兄弟剥削姐妹，为什么还能大行其道且盛行1000年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男女比例失衡。中国古代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，成功人士只要身体尚可，可以不断纳妾，抢占年轻女性。当代男女比例失衡，主要原因有2个，第一是计划生育政策，第二是城市化进程。不巧的是，计划生育和城市化两者几乎同时起步，又同时达到高峰。计划生育自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，直到2021年鼓励生3胎，这才偃旗息鼓。城市化进程随着房企频频爆雷，在这一年也放慢了脚步。不同的是，在封建社会中，女性只是被富人娶走了，当下的男多女少才是正儿八经的凭空消失。外加城市化带来的人口迁徙，更多女性选择留在都市，使得广大农村地区成了单身汉的重灾区。普通底层男性只有付出高昂彩礼，才能挤进婚姻市场。根据第一财经一份报道，2020年乡村人口各年龄段性别显示，20至24岁、25至29岁这2个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分别是 123.09 和 120.87，30至34岁、35到39岁这2个年龄段的性别比分别是 116.82 和 115.77。同样是适婚人群，这一比例在城市就相对乐观，基本接近自然选择的比例，也就是102至105之间。甚至在1线城市中还存在大龄剩女群体。此外，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人口普查，00后的人口总数约为 1.46 亿，其中男生比女生多将近1300万，每个年龄段的男孩大约比女孩多130万左右。目前第一批00后已经集中进入适婚年龄，而僧多粥少的局面意味着更残酷的厮杀。男女比例失衡，女性被当作抢手资源，虽然涉嫌物化，但并不耽误女方拥有市场主导权。尤其是中西部农村，婚恋市场显然是女方市场。凤凰网采访的男主
之所以被人骂，就是因为他既没有话语权，也不想付彩礼，至少没有做到心甘情愿的付。大众似乎也达成了共识，男人想结婚就得付彩礼。那么付了彩礼就能抵达幸福吗？答案依旧是否定的。上面我们分析过了，彩礼并非幸福的因，而是崩坏的果。底层男性要想获取优势，只能任由市场筛选，于是天价彩礼这种传统绝活再一次回到大众视野。根据网上一份最新的彩礼地图显示，2022年彩礼最高的地区依然由江西省以38万元登顶。当然，这个版本只是参考，图中山西彩礼为13万，而根据凤凰网的报道，小伙说18万8，在山西只是中等水平。如果再加3万买5斤，则远高于图中的数字。那么18万8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查了下数据，2022年山西省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178元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仅凭一人之力，不吃不喝攒够彩礼，需要6年半。如果是经典的3口之家，3人一起挣钱，也要2年零2个月。听到这儿，你还觉得结婚幸福吗？我的答案是，男女在这件事上的幸福感截然相反，却又殊途同归。女朋友听别人说了，单独再拿3万买5斤，我也是不愿意给了，最后就谈崩了。在写这篇稿子之前，为了避免性别决定立场，我分别收集了男女双方的观点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就不读出来了，回头我贴在社区，欢迎朋友们留言讨论。看完男女对立的观点，没结婚的和结了婚的都被这场风波所裹挟。没结婚的男女，女人琢磨我到底值多钱，男人琢磨我干嘛要给钱。结了婚的夫妇就更惨，妻子说我嫁给你就是瞎了眼，丈夫只能点根烟，因为没有话语权。别于谦抽烟啊！在这儿我做个梳理，去除那些双方打拳的内容，罗列出3组相对理性的矛盾。女性关键词：测试、估值和保障；男性关键词：平权、负债和转移。矛盾1：测试与平权。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，入学测试、入职测试等等，但那些都是过家家。真正的测试是人性测试，其背后藏着一套精密的系统，一旦接受就要进行到底，否则测试失败。在婚姻关系前后，双方一旦进入测试机制，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，撂挑子就相当于失败，因为无论什么测试，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。如果男女平权，双方不开启这场无休止的测试，应该能解决大部分分歧。可惜的是，我们的文化并不鼓励边界感，甚至认为亲密关系就是打破边界感。换句话说，零距离甚至负距离才是亲密关系的标准。矛盾2：估值与负债。不可否认的是，人确实是有价格的，空难、工伤和交通事故都给人定了价格。但现代文明之所以区别于野蛮文明，就在于摒弃给人定价的价值观，认为生命无价，也就是最高价值。现代社会的各种意外保险，同样是基于这个逻辑的产物。女性利用彩礼给自己估值定价，表面是性别优势，其实质依然是自我物化，是女权运动的绊脚石。如果按照现代文明的观点，是不是意味着天价彩礼没什么错？因为人才是最高价值呀。不是有句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吗？天价彩礼合情合理。你看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男性成了天生的赔钱货，就该打一辈子光棍。可是问题又来了，不是？男人成了赔钱货，再次违背生命无价的观点。所以呢，拒绝估值与负债才是关键，是我们尊重人的前提。在这个前提之下，彩礼显然毫无必要。矛盾3：保障和转移。彩礼在中古时代确实有补偿生育风险的成分，比如女性分娩时死亡率高，按说女方要追究男方责任，如果男方付了彩礼，女方也就不好开口了。这个例子中还有种情况，古装电视剧很常见，经常分娩到一半，稳婆双手沾满羊水问道：保大还是保小？要孩子还是要大人？要孩子还是要大人？中国文化残忍就残忍在，它一定会保小。这也是我认为那句彩礼自古就有不妥的地方，属于一套传统拳法。一个对话，他就对话，这是那么保障是什么呢？女性劳工保障在中国主要体现在3期这个方面。所谓3期，就是经期、孕期、哺乳期，从怀孕开始，大约22个月左右。补偿方式也很单一，只有放假。核心假期是产假，一共98天。其中直接的经济补偿只规定了不得辞退3期女职员，如果要辞退，用人单位要支付双倍赔偿。此外，就是诸如升职评定等方面，坚持男女平等等条款，不能说是空话套话，
但基本属于你说你的，我做我的。这里我们就不跟日韩欧美比了，拿台湾来做个比较。台湾女性生育福利规定，孕期可办理停薪留职，自办理当月起，以前6个月平均薪资的60%计算，向女性按月发放津贴，最长可达6个月。2021年7月起，会再发放20%的育婴薪资补助，合计可获得80%的薪资，也就是8成薪。此外，还有政府给付的生育津贴、育儿津贴和育儿补助等。不难看出，女性在孕期哺乳期内，最重要的显然不是放假，而是实打实的经济保障。但这个生育停薪留职津贴在大陆，若非外资企业和体制内，仅仅是用人单位发放3个月的基本工资。如果了解民企的话，一定会知道，基本工资确实很基本。普通农村家庭就更惨，大概率只能靠父母、靠老公了。而这也是大家挤破头考公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这个八面漏风的保障体系下，彩礼讨论掀起的潮水效应，简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，传统回潮，自然水到渠成。过去10年，我们丧失了真相，丧失了智慧，女权运动算是唯一开花结果的领域，甚至在无意间为自由和启蒙做出了贡献。女权运动强调不能把女人当衣服，可是我觉得咱也不能把男人当牛马，这2个情况都属于歧视和物化。通过以上3组矛盾发现，普遍贫困才是问题极端化的根源。而根据我的观察，贫困会进一步转嫁到更弱势的一方，中式婚姻也将因此由剥削走向瓦解。大家都穷，婚姻的交易属性被放大，彩礼变成了零和博弈。什么叫零和博弈？就是你兜里多了，我兜里就得少；我兜里多了，你兜里就得少。在婚恋市场中，越是弱势的男性，越要承担更多的物质付出，因为生育福利几乎没有，责任和资金都得从个人腰包往出掏。结果如何呢？年轻人用一种玉石俱焚的方式，就地打出一套断子绝孙拳，甘愿成为4不青年：不恋爱、不结婚、不买楼、不生子。把彩礼当作传统文化尚可，但是用传统解决生存，这就属于作茧自缚了。如果把买卖婚姻包装出礼尚往来，再多走一步，不就是拐卖妇女？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包装效果。那你没包上啊，都露着呢。我记得贾平凹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，就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：不买媳妇儿，这村子就消亡了。要是当作文学创作，写妇女因为环境而改变人生轨迹，勉强可以接受。可贾平凹这句话恰恰是把现状合理化，简直愚蠢至极。在唾弃贾平凹的同时，我觉得靠买媳妇儿繁衍的村庄，不如趁早让它消亡，因为存在并不意味着合理，何况它还不合法。如此包装也算是传统手艺了。闻名古今中外的科举制度，其中也有类似的包装。范进中举都听说过吧？明清两朝乡试通关被称作举人，举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，推举。可是这人明明是考试中了举，10年寒窗也是自己掏腰包，怎么一旦中了举，乡里乡亲都成了了不起的功臣？其实举人自己也乐在其中。比如刘强东回乡捐款捐物的视频，曾经广为流传，看的人那叫一个尴尬。年轻人说话没规矩，这是佛龛，这能说买吗？这得说请。请。哦，大娘我不懂。您多少钱请的？嗨，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，8毛。从以上2个例子看，把剥削包装成彩礼，简直是天衣无缝，正应了那句发乎情而止乎礼嘛。这种口是心非，甚至是口蜜腹剑的包装方法，在我看来其实是短视的，还有可能被人利用。比如江西的九江银行就曾推出个彩礼贷，利率4.9%，最高30万，买套房也不过如此。今年还有一个什么家园贷，也是类似套路，其背后逻辑就是群众有啥难言之隐，我就给群众推啥贷款。彩礼贷、结婚贷、二胎贷、墓地贷，一代传一代。当现实困境遇到传统回潮，人们就给婚姻增加诸多前提，从而摒弃人类最朴素的价值观，摒弃奋斗和创造。试想所有人都认为 buff 叠满才能结婚，结了婚就能抵达幸福，那所有人必将精于计算，最终互不信任。早年间一直有人说中国人缺乏信仰，我说不啊，中国人信仰钱呢，谁有钱谁就是再生父母。你看漫威那么多超级英雄，富商钢铁侠、屌丝蝙蝠侠，每个人的人生追求都不同。如果中国也有超级英雄的话，
有且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发财侠。下面都说你才是月老。说到信仰，得耍个小聪明。我们从来不缺养，但是一直很缺信，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信。对一切都不信任，意味着不能组建小团体，无法在危难时刻相互救济。再坏一点的情况，人与人之间相互猜忌，甚至个人生存要建立在他人的死亡之上。最后按照黑暗森林法则，不消灭别人就得被别人消灭。所以每当遇到危险，人们只能依靠公权力，呼唤青天大老爷。当你的危险被人接管，你的选择也将被人接管。那时你只有一种选择，那就是卖身还债。不幸的是，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阶段，个人的消费要建立在他人的负债之上。那些聪明的银行顺势推出各种贷款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在互不信任的社会中，人的脑袋就像一只 U 盘，读写简单，空间不大，还容易格式化。当然，信任缺失最可怕的还不是洗脑，而是摧毁组织能力，瓦解人的勇气和自信。就连组建家庭这种事儿，人也很难办到。如果你卖身还债，不遗余力地组建家庭，也会因为内部成员的相互猜忌，最终走向崩塌。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差劲的男人是谁吗？是你！我该够了，我得该够了，我该够了。我是女的，你是男的，你就该走。这个月车贷还了吗？没呢。房贷呢？你看没？那孩子上幼儿园的钱凑够了没啊？还没到。那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？能过。还能不能过了？能过。对不对？还怎么过？不能过怎么办？事实上，那些广泛流传的短视频表明，无论男女都会陷入这种境地。男人眼里只有钱和权，女人眼里只有钱和娃，人人各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。冷嘲热讽是家常便饭，脑子里哪还有地方装得下梦想和自由？回头看凤凰网的采访，这男的很清醒，他从彩礼加码一件事推断出后面的男女博弈，房车娃都得负责到底，不然就是没出息。换句话说，落后的婚嫁观念加上激进的消费主义，就等于悲剧人生。至于渣男捞女的版本，结婚绝对是悲剧的开端，而不是幸福的起点。有面什么怎么有面烟？这块烟，这块烟有点30多，有点30多。先把钱转给我，你不适合拿钱，听到没有？我压力好大。活到挣不出钱，有两个好日子放着呢。我真的不想这样的，我只想哭一下。我能买房子了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。无论婚姻还是生意，只能靠利益维持的关系，天生就考验道德下限。恰好东亚又是一个盛产道德却又道德水平堪忧的地方，彩礼这东西本身就是父权社会的基石。现在许多女性打着父权的旗号骂这个男的，真的让人很疑惑。公共话题所折射出的德性可以看作一个区间，有上限有下限，个体可以寻求上限，但下限一定是保护群体利益。讨论往往是为了标定整体下限，很多事儿要聊开，首先要剖析自己，把心里的花花肠子摘出来看看，才能更客观全面的分析。可事与愿违的是，理性善意的发生凤毛麟角，其余大量谩骂成了这件事儿的焦点。还有那种假装换位思考的，为了几百个点赞转发，非得上演一套搅屎棍法。如果你是普通家庭，找的也是普通家庭，彩礼这个东西他就必须得给，这是因为他是基层的，你嫁给他是没有任何物质保障的。彩礼嫁妆这个事儿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差不多也只有文化特征。比如美国男女结婚，新郎新娘会出一个清单，亲朋好友按照清单赠送礼物，男的买钻戒，女的办派对，然后双方向神起誓，无论贫穷富有、疾病健康，双方都挨度就完事儿了。至于往后过着过着不想过了，那就离呗，人生体验而已。反而号称文明古国的印度，因为种姓制度枷锁，女性出嫁前要疯狂准备嫁妆。印度社会中，女性普遍选择嫁给高种姓，改变自身社会地位，也就是传说中的高嫁低娶。但现实中经常发生嫁妆谋杀案，有兴趣可以自己查查。问题显而易见，追求幸福并没有错，反而类似种姓这种制度和它带来的天然歧视，才是婚嫁悲剧的源头。那么有人说了，中国就没有种姓制度，也没有西方那种政治正确，我们从不歧视同胞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我们也没好到哪儿去，地域歧视由来已久。过去歧视凤凰男和奋斗逼，现在又加了一对普信男和普信女。这不马上又要过年了，回家碰上亲戚，免不了被怼脸3连问，在哪儿上班，月薪多少，啥钱结婚。
你以为他是关心你前程，其实他在衡量怎么对待你。你只要开口回答，他立刻就能决定舔你还是歧视你。翻过头来看男女对立，再到仇男仇女，是不是觉得很滑稽？就如果说你嫁的是中上层，可以不需要考虑彩礼。明明本质是仇视他人，仇贫仇贱，仇恨弱势群体，在仇视的过程中打着拳谋取私利，还不忘加一句我是为了广大女性争取福利。前段时间斯科塞斯的《花月杀手》上映，故事发生在印第安人保留地，那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，白人为了侵占这些资源，假意跟女性原住民成婚，然后通过系统性谋杀合法获得土地和财产继承权。10-20年内，原住民男性几乎死绝，女性则纷纷为白人诞下孩子，而等待他们的命运也将是病榻和死亡。这些草菅人命的白人，在他们长达数年的作案过程中，内心都坚定地认为印第安人就是劣等民族，他们不过是暂时保管我的财富罢了。我看完电影第一反应，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有车有房，父母双亡，运筹帷幄的白人，忍着与劣等人相伴的恶心，将他们敲骨吸髓。在我们这儿，从容不迫的女权斗士，冒着嫁给劣等人的风险，恨不能把他们扒皮抽筋。白人持续作案的方式是集体缄默，而我们索取彩礼的方式却是放大声量。可心照不宣的放大声量，又何尝不是一种集体缄默？我们用一种集体缄默的方式对底层男性进行系统性剥削，我们都是良心犯。以后有可能会不太想结婚了，会有孤独感，但也不是说因为一个女的，然后就会把我的这种孤独感解除了。在采访片段中，主持人询问他父母，这男的红着眼眶说，他母亲还想让他争取一下，把这个婚结了。怎么说呢？也别怪年轻人婚恋观扭曲，在他父母这代人眼中，结婚就是一场买卖，就像买东西一样，先买了再说。从他湿润的眼眶看得出，他肯定也知道人不能如此无情无义地过下去，于是选择给自己一个间隔年，30岁辞职当个背包客，走南闯北旅行1年，体验不同生活，增长人生见识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一路上能够思考自己想要啥样的人生。可对于普通人来讲，还思考个屁呀！每天不是忙于生计，就是忙于寄生。为了安抚各方情绪，朋友圈还得写上个性签名。再不成功，父母就老了。好像我们一成功，父母就能返老还童似的。混不好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可见间隔年这东西，对于广大中国人来说，算是奢侈品。说到这儿，我觉得它并不是旅行，而是在逃离。逃离工作，逃离婚姻，逃离他妈，逃离传统文化和病态社会的束缚。或许他在逃离的路上，能够感受片刻宁静，思考自己想要什么东西。可是片刻宁静，并不能改变什么。老话讲，父仇子妻，子仇父亡。父母为儿子准备房车彩礼，在近些年也成了老传统。对这类父母而言，只有帮儿子完成婚事，甚至不惜举债支付彩礼，这才算完成任务。听听这词儿，啥是任务？任务是一种人生意义，也是保全面子的刚需。我们这片土地至今还无法接受独立人格和自由恋爱，始终执拗地认为结婚它是2个家庭的事儿，而不是独立个体的事儿。短视频也成天宣扬结婚不是嫁娶，而是并家，听起来不知道哪里不对，就是感觉他们家还没解放。还有人说，你看这男的多恶心，口口声声心疼妈妈，但他旅游也没见带他妈去啊。这话真是离了大谱，合着不给彩礼和不带妈旅游，这俩是同一个罪过。这些钱只能花给这俩事儿，花给自己就有罪。我倒是有点佩服这小伙，他的逃离和媒体的曝光，恰恰放大了他的反叛。那么他在反叛什么呢？我认为有3个方面，也是年轻人普遍压抑的原因。第一是教育中的打压个性，在这个社会中，大家都得循规蹈矩的活着，哪怕穿衣风格太突出，也会被老师定义为极个别、极少数和某些人。我们从小就听惯了各种指责，比如就你不一样，你看看人家孩子。如果你执意选择做自己，不理会这些风言风语，那八成会被当作神经病。拿我自己来说，长大成人很多年了，现在打电话，我妈还是那3句忠告：吃饱穿暖和，好好给人家上班。相信大部分人都是这样，跟父母交流最多的话就是我知道了。第二是社会规训，前段时间流感爆发，有一个场景记忆犹新，很多小孩在急诊打着吊瓶写作业，家长一边玩手机一边伺候打针。这个场景太魔幻了，完美定义了什么叫做做题家。中国人的出场设置就是当一辈子做题家，小时候在起跑线上抢跑，2岁英语900句，3岁唐诗300首，
成人后结婚要趁早，生娃要趁早，总之起个大早，别赶晚集。上年纪接着带孙子，吃二茬苦，受二茬罪。一辈辈告诉孩子，这题呀，我都做得明明白白，你照着做就行了。传宗接代，延续香火，老有所依，这些东西根深蒂固。至于买车买房卖身还债，那都是革命路上的必经考验。结果呢，20年做题，30年还债，其余30年跳着广场舞入土，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第三是组织主导权，翻译过来就是官瘾大。无论东西方社会，现代文明都有一个共识，官员是人民的公仆。当然，共识是共识，至于怎么做，就另当别论。在我们的传统里，官是人上人，所谓人外有人，官上还有官。在做题家的一生中，耍官威是一门必修课。学校有拿着鸡毛当令箭的学生，职场有伸着舌头往上爬的领导，家庭有管天管地管空气的掌柜的。总之，在任何地方都要分个大小王出来，实际上都是小丑。反推回去看彩礼，就是在争夺大小王，要了彩礼就有话语权，在家庭中才能拿捏对方。这也是很多女性站在父母一边的原因。由此可见，父权并不是生孩子跟谁姓，而是那些看似正当的统治意识。父权的构成是主子和奴才，也就是强迫和被迫的关系。所以当女性举起父权大棒时，往往给人一种错觉，误以为那是女权觉醒。实际上呢，女性也可以代表父权，比如告诉女儿男主外女主内，告诉儿子自古娶妻就要彩礼。所以当我们挣脱父权的时候，也别忘了挣脱无形的父权。说了这么多，总算把彩礼这事儿聊明白了。我们对前面的内容做个回顾。第一部分聊到彩礼的前世今生，本质还是男女比例失衡，底层男性成了弱势群体。请注意，底层并不只有男性，只是女性更容易向上选择。第二部分通过天价彩礼总结出3对男女矛盾，揭开保障体系的疮疤。第三部分婚姻制度从剥削到瓦解，讲述落后的家庭观念遇上激进的消费主义，最终让人们失去了组建家庭的能力和动力。第四部分全社会对彩礼保持缄默，系统性剥削底层男性。第五部分父权在女性身上也很常见，我们需要挣脱无形的父权。既然婚恋这么难，年轻人要怎么找对象呢？经常听人说找对象要找3观一致的，可最后都沮丧地发现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人。志趣相投容易，3观符合确实难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3观一致的人，哪怕3观趋同都是很难的事情。常说的3观是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值观，这好像是中文世界独有的分法。先不说这么归类对不对，这3个概念根本就没有恒定标准。一个人在不同阶段、身处不同位置、阅读不同书籍，都会影响他的观念。拿人生观来说，它是哲学用语，也叫做人生哲学，分为学术和民间2种。我们只说民间的人生观，一般指生命的意义。生命意义多么大的话题，20岁觉得实现梦想生命才有意义，30岁觉得成家立业生命才有意义。你会发现中国人的生命意义也是一道题，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早就有标准答案了。我想说，别去讨论什么人生观了，生命的意义其实毫无意义。更好的体验生命的过程，就是人能赋予它的全部意义。世界观比较有意思，它能窥探一个人和民族的整体特性。比如什么3星堆越挖越糊涂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比如坚信莲花清瘟能治流感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不是没有观过世界就没有世界观，而是不愿意观世界，所以才没有世界观。最后聊聊价值观，一个人的价值观就是藏在内心的准绳，是面临一项抉择的依据。可喜可贺的是，在这个人均加钱哥的社会里，人的价值观就是一根皮筋儿，能收能缩，可长可短。说到这儿，还觉得能找到3观一致的人吗？恐怕找个弄明白3观是啥的都不容易。你看，还是得要彩礼吧。我们要有108块遮羞布，才能把日子过下去。彩礼、聘礼只是其中之一，还有离娘费、改口费、下车费、份子钱，无一不是遮羞当下，透支未来。老罗有句话说，你如果是被包养呢，就不要谈独立人格，真的很奇怪。关于彩礼这个事儿，如果只是逐利，就别提3观一致。最后我们来聊聊爱情吧，给这个世界喷洒一些人味儿。在一段恋爱关系中，让男性幸福并不是女生的义务，让女性愉悦也不是男生的责任。人天生就有被爱被喜欢的需求，当我们被爱被需要，就已经获得了珍贵的情感。
我们用这份情感做纽带，最终组建家庭，本质上也是男女合作，经营一个小共同体，去抵御风险，去创造价值。当然也别忘了，恋人夫妻并没有完美的，会做出让人讨厌的事儿，怎么处理就是后话了，人人都有自己的方式。如果恋爱婚姻变成零和博弈，说明情感纽带已经断裂。当小共同体失去最珍贵的东西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走下去。至于女权还是男权，我并不是很想谈，因为人权堪忧的情况下，谈出的结果只能是男女对立。说了好几遍零和博弈，再讲一个衍生内容。在幽默的范畴内，零和博弈被引申为快乐守恒定律，意思是说，有人快乐必定有人失落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。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这么做，这就是最朴素的价值观。最朴素的价值观就是对的，是道德的，也是让人幸福的。如果你正处在婚恋期，祝福你找到所爱；如果你感觉到内耗，请别忘了向外求索。